狐妹子，跟你那个早死的娘一样，生了一副勾人的模样。虽说你原本的婚约是与太子殿下，可你蠢笨又结巴，若是真嫁给太子爷，日后你爹在朝堂上还怎么做人？所以就由你去给齐王去恶。你妹妹嫁给太子，两全其美，反正也是姐妹，哪个嫁不是嫁，也不算违背当年圣上赐婚的旨意。什么是就是你去别人家住。去别人家住？是不是爹爹嫌弃我笨，所以不要我了？那去了以后能吃饱饭吗？那是自然，齐王虽身体不好，却也不会亏待了你。那我去的，能吃饱饭，我儿肯定去的。王嬷嬷，看好他，再给我跪足半个时辰。是大娘子。哎呦！啊，我的脸！邪门了，定是乔运害的。每回您只要见着他就倒霉。还好，就快送走了。等去齐王府那个鬼地方，可没他好果子吃。王嬷嬷，你亲自送他去。婉儿，娘把库房里那套传家的吃金首饰给你拿来了。娘，这金子也太俗气了吧！你瞧瞧这些，爹爹给的极品翡翠玉镯，西域进贡的水晶钗环，还有蓝田玉佩，只有这些才配得上我未来太子妃的身份。这些明明都是乔晕他亲娘当年的陪嫁宝贝，老爷竟然全给婉儿做嫁妆了。好好好，只要我的婉儿开心，日后你做了皇后，这天下的奇珍异宝还不都是你的？娘，乔玉那个傻子替我去齐王府，不会出什么岔子吧？哼，他一个傻子，不会读人眼色，也不会告状，整个乔府的人连烧火小厮都可以随意欺负他。这样的人去了齐王府，可能连齐王的面也见不上。即便见上了面，就凭他结巴的口舌，也说不了几句话。况且你爹说了，那齐王虽然曾是惊才绝艺的战神，但如今病入膏肓，性情爆料嗜杀，简直是个活阎王。听闻齐王府后院的下人时常竖着进去，横着出来，乔婉嫁过去，不是被折磨死，就是守活寡。当年我还瞎了眼，对他一见倾心，幸亏爹爹疼我，把这要命的婚约换给了那傻子。1、2、3，再过几天就可以去新家了。希望新家有暖乎乎的被子和香喷喷、热腾腾的大米饭。这是乔婉小姐吗？哪能啊，这是大小姐乔韵。那个傻子也是今日出嫁。乔韵啊，我说呢，好好的喜服穿成这样。据说她年幼时也曾在公主生辰宴惊艳四座，也不知如今出落的如何。哼，傻子能好看到哪儿去？如今整个京城论美貌论才强，都得是二小姐乔婉第一。我以为乔婉已经是京城绝色，没想到竟还有更美之人。太子殿下，您看吉时快过了。那是乔晕，要嫁给齐王去恶的那位。她蠢笨无比，经常失礼，上不得台面的。太子殿下莫要在意，他以为齐王会来接亲，可齐王那边应当是不会来了。府上一会儿会把他安然送去，您不必担忧。也是，让皇叔接亲，恐怕有心无力，只能委屈你们送他过去了。去齐王府的人安排的如何？殿下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这晦气东西留在前门容易招人眼眶，把他给我带去后门，从后门悄悄送走。塞进去，赶紧抬走。懂不懂规矩？轿帘放下，也不嫌丢人。乔夫人特意嘱咐了，大小姐平日里不懂事，去恶之事须得讲规矩，所以有老身好好教导您。若你不想受皮肉之苦，便听话些。哦。哎呦！看什么哼，看？居然连正门都不开。不过这轿子里的傻子本身也配不上齐王府开正门。小姐，没开正门，你自己走进去吧。是乔府的娘子吗？王爷早就收到消息，知道来去恶的小姐是奸细。乔家真是大费心机，把堂堂小姐弄得如此可怜。演这一出戏，觉得王爷会怜惜她吗？哼！你们跟我进来吧。
什么味道？味儿，好重的味儿！嬷嬷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啊。他们在做什么？不懂事的下人罢了，人头滚落，流了一地的血，腥气太重，王爷闻了头疼。是真的，传言都是真的。齐王果真是个疯子。嬷嬷身子不舒服吗？要不要休息？不用。齐王府的人也太好了，王嬷嬷不舒服就让她去休息。在乔府可没有这样的好事，不舒服都是要上宫的。这乔府的奸细心理素质竟如此之好。走吧，去前厅拜堂。这鸡是我亲手养大，性情凶悍，平日里最爱啄人，除了王爷无人能近。我特意没捆他的手脚和翅膀，我倒要看你被啄得鸡飞狗跳时，还能不能装镇定。吉时到，新人拜堂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这鸡只在王爷面前才会这般温顺，难道他武功高深莫测？这鸡好肥，闻着肉香十足，翅膀肉厚厚一层，看着就好吃，不能清炖，炖汤不入味儿，一定要红烧，多撒盐。我能连吃5大碗。金毛也别扔，收起来做披肩，夜里挡风，小月儿就不会冻得刺骨了。救命啊！这个女人想吃我，比面对王爷还要可怕。你说说，哪有这样的蠢货，抱着那只去恶用的鸡不撒手，最后还是秦小哥亲自把公斤带走。要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他这辈子没见过鸡。如今倒好，被晾在这鬼地方，连个人都见不着。这府里下人也不是个东西，不给炭火，不给吃食，连洞房都不让我们进去取暖，存心折腾人。你个丫头，嘴巴跟石头似的。乔运已经顺利入了洞房，差事办完了，老身先回府禀告夫人，这里就由你守着。我自幼被太子训练成死士，五感敏锐，这附近的暗处至少埋伏10余名顶尖高手。这个齐王绝对不简单。来时有人引路不觉的，如今独自返程才发现，这道路全都长得一模一样，根本看不到府门。早知道忍到明天再走，现在被困在阴森王府，怕是要冻死、饿死在这里。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这人是今日随行的轿夫，属于夫人手下，怎么落到他手里了？王爷不喜噪音，再敢嚎，当心你的小命。他就是齐王爷吧？多年前，人人都称他京城第一仙，年少时立战功，容貌举世无双，全京城女子都倾心于他。如今虽重病缠身，却依旧单单一道背影，就让人心胆俱寒。难怪太子一直忌惮他。王嬷嬷躲在这里看什么呢？自投罗网啊！是他，就是他指使我的，我只是抬轿子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个狗东西，胡说八道什么？是夫人派你来监视齐王府。你胡说！其实是乔运，是他要探地线，都是他指使的。乔运，今日拜堂去恶的那个新娘。大人，她嫁过来去恶，就是抱着别的目的。去什么？老奴是真的不清楚啊。她原本的婚约是跟太子殿下，有可能是想替人探明齐王殿下如今的身体状况。是，就是大小姐，是大小姐指使嬷嬷，嬷嬷在指使小的。冤枉啊，大人！王爷请吩咐，聒噪的东西处理掉，扔远点。那乔运才是罪魁祸首，他就是晦气，一旦跟他扯上关系，所有人都要倒霉。我们都是无辜的，都是他的错，都是他。老奴是乔夫人贴身嬷嬷，杀我就是得罪乔府。乔夫人算什么东西？既然这般舍不得自家主子，便将她剁碎，给乔夫人催命送去，算成全她一片忠心。是。这下彻底完了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王爷，属下立刻去地牢弄个人。不必，王爷9度发作，今日
没有人可压制毒性，怕是危险。去踏雪阁，踏雪阁，那不就是乔运今晚的房间？他和预想的奸细模样完全不一样。这个人身上好吓人，比爹爹还要可怕。他靴子好好看，应该就是我的夫君。乔府嫡女手上怎会有这么多伤？他也不动，我是不是可以继续吃？他居然只顾着吃糕点！我也要动手了。长得也太好看了，好干，噎住了。王爷今日怎么迟迟不动手？拿些茶水来。啊！王爷这么做是有什么深意吗？什么琼浆玉露吗？没人跟你抢。对不起，你就是我的那个夫君吗？如何？那你不急着洞房吧？洞房？不急的话，我想再吃一块，可以吗？天底下谁敢这么跟王爷说话？估计早就丢了性命。你过来。你身上有点臭。老天爷，这姑娘是嫌自己命长吗？你硌着我了，疼。姑娘怎么如此口出狂言？王爷身子虚弱，怎会有反应？清辉，不会说话，就乖乖闭上你的嘴。这刀柄割得好痛。别动。对不起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我就再吃一块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不许吃。清辉，把他送去明香阁，脸上胭脂太碍眼，带过去洗干净。是。明香阁那可是王爷自住的院落，只有跟随5年以上的侍从才能踏入。他才初次见面竟能去往，莫非王爷只是打算戏耍猎物再动手？还是王爷偏偏喜欢这种傻乎乎的姑娘？看样子，今夜王爷当真要与她洞房了。王爷不让我吃糖糕，好难过。这般干净剔透的人，世间难寻，也难怪王爷破例让他进明香阁。王妃殿下，该入内了，王爷正在里面等您。哦，嬷洞房难不难？不难的，王妃，您只需顺着王爷吩咐行事就好。王爷看着冷淡，实则心软，不会为难您。这样吗？那我一定听话。洞房结束会有饭吃吗？会有的。谢谢嬷嬷人真好。过来。这件白狐大氅是当年太后赏赐，我嫌扎眼素来不穿，没想到穿在她身上格外合适。好多层垫被，还有2床完整厚被子。从前我只能睡稻草，在这里睡觉一定特别暖和。我今晚真的可以睡这里吗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知道的。想跟我睡？上来吧。大氅脱了。这个很暖和，我想穿着睡。不行，脱了。这件大氅你这般喜欢？喜欢。为何？暖和。他身上竟有一种淡淡的体香，还可以压制我体内的毒性。我仔细搜过，他身上只有一枚普通玉佩，并无特制香药。中毒数年，唯有靠近他才能缓解痛苦。哪怕他是太子派来的细作，我也不能放他走。要怎么洞房呢？肚子好饿，快点结束就能吃饭了。这般着急，打的什么主意？这玉佩，你也有这样的玉佩吗？我也有一样的。沐浴室丫鬟收走，我忘了拿。我的玉佩。衣裳也不穿好，这样出去给谁看？这就是你的，自己的东西认不出来，你是有多蠢？原来是痛。怕疼？嗯。身上伤口谁弄的？乔夫人、王嬷嬷，还有其他嬷嬷。看模样不像是刻意装出来的，但底细依旧可疑。一身单薄，连合身喜服都没有，在乔府过得何等凄惨。行了，休息吧。哦。他盯着我做什么？怎么？你还有什么要说？洞房是不是结束了？那是不是可
可以吃饭了。在乔府，每日吃几顿？一顿就行的，我很好养，能不能不要赶我走？小厨房若是有剩下的饭菜，可以留一点给我吗？来人！你生气了吗？我会很乖的。你如果觉得我吃的多，我可以只吃半碗饭。大堂果上，王爷传唤，定是要处置那女子，多带些人手好处理现场。她居然还活着，王爷没有动手，莫非女子能压制王爷剧毒？请回，王爷，请吩咐去弄些吃的来。是。大人真好，愿意给我饭吃。那个，我以后怎么叫你啊？那我叫你夫君。好的。说到底，我只是利用他压制体内剧毒，去恶本就是荒唐事，名分都是虚的，随他怎么叫。夫君，什么事？你是个好人，非常好。世人皆惧我，恨我，头一次有人说我是好人，实在可笑。是吗？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京中无数探子都死在我手里，杀你易如反掌。这个地方动来动去，好好看。你哪来的胆子？好看，我怎么没？王爷，善食到。秦晖，你如今也这般胆大包天？不敢，属下实在着急饭菜放凉，东西放下，去领罚。是。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好吃的饭菜，比糖糕好太多了。我可不可以？为何不直接吃？你不是很饿了吗？得经过你同意。平时有人教你礼仪吗？你爹乔相平日里待你如何？我好久没有见过。多久？很小的时候。我阅人无数，他眼底失落不假，完全不像是刻意演戏。好了，饭菜快凉了，吃吧。谢谢。好难选，要是每天都能有这么多吃的就好了。夫君，你又有什么事？你饿不饿呀？要不要一起吃？你吃你的，不必管我。哦。慢点吃。你还未吃饱？不能，再吃了吗？你一个人吃了3个人的饭，疯了吗？想撑死自己？我还能吃。再吃，肚子要撑破了。一次性吃这么多，不怕肚子疼？真的会撑破吗？不许再吃了。我让他吃饱，反倒像我欺负了他。不许哭。那这剩下的扔掉。不可以浪费，留着行吗？是不是要生气罚我了？我对不起。这些不会浪费，府上养了牲畜，剩菜会拿去喂它们，不会白白丢掉。明日自会有新的饭菜送来。你入了齐王府，难不成我还会活活饿死你？以后每天都会有吃的。难不成你想饿着？谢谢你，你真好。这小姑娘纯粹又软萌。王爷今日气息平稳，毒性没有发作，这是万幸。但若是夜里毒起杀意，这姑娘怕是保不住性命。谨言。你要睡了吗，夫君？你这样像只猪。猪肉，好吃的。困了就睡吧。夫君会冷哦，这样就不冷了。方才贴过来时，我本想推开，可触到他温热身子的瞬间，我竟僵住了。往日深夜恶疾发作，身子痛楚难担，今夜靠着他，竟没有那么难熬了。小笨蛋，王爷寻常早该醒了。
今日居然晚了2个时辰，也不知道那个姑娘是不是还活着。简言嬷嬷，你看人一向准，这个新娘子你觉得如何？这不是老奴可以妄加揣测的，你也注意些，别乱说话。可是这是王爷第一次。来人！你进去冒犯了王妃，如何是好？夫人，该起来洗漱更衣了。好。王爷，今日宫中传来皇上口谕，让王妃殿下前去宫中与太子妃殿下一聚。王爷要给王妃殿下换衣裳了。不去。可是若不去，皇上那边……王爷最厌旁人揣测他的心意。老奴知错。他为什么跪下？是不是要罚人？我是不是也要跟着跪？您不必跪的。那你为什么跪啊？罚跪的人是坏人。祖宗，您可别这么说，是老奴自己要跪。哦，是吗？你下去。完了，王妃这番话彻底出了王爷密令，今日怕是要出事。坏人？说我吗？解释一下，我怎么坏了？不喜欢罚跪痛。寻常跪地绝不会伤成这般，他定是被逼着跪在碎石之上。乔府当真狠毒，下次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任何人让你跪下都不许跪，听到了吗？哦。好舒服啊！这是什么？香香的。跌打损伤的膏药，传早膳，尝尝。好吃。王爷，宫里来人了。我要先退下。让他候着。王爷，来的是皇上身边的江公公，是御前红人，不敢怠慢。是你的，是皇上口谕，宣王妃殿下即刻入宫赴宴。皇上念及王爷身体报价，特许您不必前往，但王妃务必到场。王爷，这如何是好？备车马，将本王的蟒袍取来。蟒袍是入宫面圣的专属吉服，王爷这是时隔3年要踏出齐王府了。怎么，王爷，您的身子无妨，去准备吧。替他准备一身衣裳。这王爷，府上没准备王妃的贴身衣物。库房存有一件飞制吉服，妥善存放多年，应当合身。你去取来，还愣着做什么？是，老奴这就去。一会儿随我入宫。哦，好的。宫里会见到你妹妹乔婉。怕了？有一点。不怕，有本王在，没人能欺负你。王爷，车马已然备好。江公公听闻您要亲自入宫，震惊不已，已然先行回宫复命。江公公听闻王爷要亲自入宫，大喜过望，直言皇上定会龙颜大悦。哼，本王便让他好好高兴高兴。这么喜欢，不就是个手炉？喜欢，我没用过。喜欢的话，回去给你添置10个8个，换着用。这么多，用不完的。难怪秦晖初见他会失神惊艳，这般模样，但凡男子见了，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。并无口腹沾染，是天生的纯色。我没有偷吃，喏，给你。带了满满一口袋，就给我1个，这么小气？好吧，再给1个。哦，夫君，你真好。等会儿入宫，不许吃外人给你的任何东西，知道吗？好的。为了看热闹，倒是不怕了。一群乌合之众。来了，他们的马车来了。怎么这么多人在这里？夫君让我先下来，说他稍后就到。夫君说的肯定没错，可是他没告诉我接下来该做什么。他出嫁之时只带走了一套我不要的旧嫁衣，他哪里来的这般极品衣饰？姐姐，你可算来了！我们在这里等了你许久，天寒地冻，都快冻僵了。雪天路滑，我一直担心你独自前来，怕是会出什么闪事。姐姐，我好想你啊！太子妃即便身份尊贵，依旧挂念扶持自家姐姐，实在是难得的心善大德。可是我们昨日才见过呀。
我不想你。娘亲，他们昨天才见过，本来就没什么好想的呀，对不对？姐姐真是又胡乱说孩子气的话。昨日我一直满心牵挂，担忧姐姐处境，日夜惦念。姐姐不懂我的心意，倒让我好生伤心。好了，不说玩笑话了，姐姐快来见过太子殿下。见过太子殿下。原来他生得这般好看。殿下，这便是臣妾常与您提及的我的姐姐乔韵。如今该称你一声齐王妃。雪天路远，一路前来辛苦。这个人是谁？我不认识，要怎么称呼？需要行礼吗？嬷嬷没教过我这些。你是谁啊？姐姐，你怎么连太子殿下都不认识？莫不是故意装傻打趣吧？应该要认识吗？当然，京城谁不知太子殿下？你我同日出嫁，你本该。我差点忘了，原本与太子殿下婚约的本就是乔韵。姐姐，你这狐毛大氅怎么满是褶皱？难不成齐王爷待你不好？如今京城早已不兴狐毛大氅了，款式老旧，看着实在朴素。听说狐毛不易打理，还容易有异味，寻常世家贵女早就不穿了。姐姐，你老实说，这是不是齐王爷压在箱底的旧物翻出来给你穿的？你别怕，若是在王府受了委屈，妹妹定然替你撑腰。好像是箱底的。果然如此。齐王爷久病缠身，自身难保，哪里顾得上新王妃？怕是随便翻件旧衣糊弄罢了。也就这傻子不知好歹，穿着过时旧衣，还敢招摇入宫赴宴。可这一件狐毛大氅并不一般，这件大氅倒是勾起姑不少陈年往事。姑本想与齐王爷叙叙旧，可惜他近来病重，连众人探望一概回绝。齐王身子素来孱弱，实在令人忧心。王妃昨日才与齐王拜堂，应当最清楚他的近况，不知他身子是否稍有好转。无论他怎么答都是死局。说沈爵好转，便是任由新婚妻子独自入宫，薄情寡义，轻视王妃；说病情未愈，便是坐实齐王病重废人，彻底断送他仅剩的声势。既是好转了，便是齐王爷的不是了。今日大雪寒天，路滑难行，姐姐孤身一人入宫，稍有不慎便会摔伤。他纵然事务繁忙，也该派仆从随行伺候，怎会让你独自一人前来？更何况身子若是好转，理应亲自陪同姐姐入宫赴宴才是。他来了的。姐姐，这可不是玩笑的时候。来了便是来了，没来便是没来，何必为了脸面当众撒谎？这么多王公贵监在此，撒谎只会徒增笑话。可是他居然要哭了，这般娇娇软软、含泪欲泣的模样，当真是娇艳动人，勾人心弦。贵人让一让，让一让！王爷，奴才来迟了。王爷，奴才来晚了，还请您。江公公怕是弄错了什么。齐王妃在此立了许久，我等众人相伴闲聊半晌，车内始终寂静无声，半分动静皆无。王爷当真在车中？齐王千里迢迢乘车至此，难不成是临到宫门，反倒怯了，不敢入宫见人？太子殿下，您可饶了奴才吧！你归了这么久，但凡马车里有活人，怎会半点回应无有？什么狗在吠，好聒噪！他竟然真的在……这傻子居然没有撒谎，沈爵居然真的来了。皇叔别来无恙，2年未见，听闻皇叔缠绵病榻，难以起身，今日竟能亲自入宫，实在可喜。好侄儿，你真的很丑。好侄儿，不会跟皇叔置气吧？皇叔身染顽疾，最是厌许聒噪之人，若是一时毒发，戾气乱窜，控制不住手中刀剑，怕是难免伤及无辜。皇叔身子康健最为要紧，侄儿自当体恤皇叔。2年未见，侄儿倒是半点长进没有。不过，皇叔倒是该好好谢谢你。多谢侄儿一手促成此番去恶之举，没想到去恶之效极佳，
本王自迎娶王妃那日起，不过1日光景，沉疴顽疾便消散大半，身子竟是一日比一日好转。如此看来，皇叔与齐王妃当真是天造地设。雪地风寒，皇叔不宜久立，不如臣陪皇叔一步入宫赴宴。父皇若见皇叔身子大好，定然龙颜大悦，是吗？我原以为本王与王妃一封一赏，向来令人生厌，惹人笑话。怎么，太子殿下为何不语？莫非是在心疼皇叔？若是心疼，便早些推本王入宫吧，莫让刚才围着本王王妃七嘴八舌嚼舌根的人等急了。夫人，夫君的声音，好得很。本王的王妃居然不应本王。夫君，哦，终究是个扶不起的傻子。沈爵再金贵，再风光又如何？他的王妃是个上不得台面的蠢货。本王在车上稍作歇息，让王妃先行一步入宫。是谁把本王的王妃惹哭了？是你？不是的，王爷，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当年我与他有数年婚约，我数次主动靠近，登门相见，他还收过我的帕子，他定然认得我，看在往日情分上，定会给我几分颜面。方才姐姐说王爷亲临，我等众人未曾看见，便误以为姐姐言语不实，绝非有意为难，还望王爷见谅。只是姐平日里口齿不清，容易让人误会。哦，照你这么说，是本王的王妃有错在先。皇叔息怒，您卧床静养多年，应当不甚知晓，这位是姑的新婚太子妃乔婉。昨日你我二人同日大婚，太子妃年纪尚轻，处事不周，若有冒犯之处，还望皇叔海涵。既然是太子开口，那便简单处置，让你的太子妃给本王的王妃道歉即可，本王不再深究。妹妹一生气就要欺负人，欺负我倒是无妨，可夫君身子弱，行动还要靠轮椅，他那么好，万万不能受委屈。是我自己不好，我自己要哭的，跟妹妹没什么关系的。从前只要我主动认错便会消气，今日这样说，应当不会迁怒夫君了。皇婶不必这般自责，整件事本就是我等误会在先，太子妃一时心急失言，还望包涵。夫人可满意？天寒地冻，诸位在此久站，若是不慎冻坏身子，本王可担待不起。走吧。方才为何要主动替他揽下所有过错？我怕他罚我没关系，可要是罚你怎么办？夫君不可以给他下跪。这小怂包在乔府常年被凌迟，乔婉搓磨，今日竟是怕我受同样的苛待，才主动替乔婉开脱。你是傻子吗？是。冷吗？有手炉，不冷。还有这件狐毛大氅，也很暖和。狐毛大氅，你怕不是当年那只傻狐狸变的，专程来折腾我的？啊？没什么。齐王今日看着精神极好，虽依旧带着病容，却远比传闻中油尽灯枯的模样要好太多。坊间都说是大混驱恶的奇效，没想到这般管用。先前消息传得真切，齐王缠绵病拖数年，早已奄奄一息，如今骤然好转，莫不是回光返照？小生仙，不要命了！倘若齐王身子痊愈，重回朝堂，朝局怕是要彻底变天。齐王卧病这2年，朝堂尽属由太子党掌控，就算他如今归来，也断然回不到昔日巅峰声势。你忘了他手中的底牌，齐王麾下那只隐世神兵至今未曾现世，
圣上多年忌惮齐王，归根结底便是忌惮他手中的兵权。多谢太子妃。你们看齐王妃身上的白狐大氅与引纹锦衫，皆是稀世珍品，寻常人不知其中来历。这件白狐大氅是当年太后亲下懿旨织造，专属赏赐给少年齐王的至宝，尊贵无比。太后驾到，皇上、皇后驾到。害怕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能读心。这么厉害吗？我心里想的，你都能知道？骗你的小笨蛋！你是坏蛋！我坏。夫君好像一点也不坏，真正的坏人是林氏、乔婉那样的。夫君是好人。给你好吃的，就是好人。道理好像不是这样的，可夫君确实会给我好吃的，也从来不会欺负我。好了，吃你的吧。今日设宴，庆贺两桩喜事。乔爱卿府上一双姊妹，昨日同日大婚，分嫁太子与齐王，佳偶天成，好事成双，此为其一。其二，朕知皇帝齐王审决，陈国缠身数载，如今终于大病初愈。齐王素来善用兵策，如今边关动荡，王爷康复，定然能稳固陶局，镇守山河。十五弟，你养病数年，朕日日挂念。如今你气色大好，可重回朝堂议事，朕心中大石终是落地。诸位共饮此杯，贺新人喜结连理，贺皇帝康复归朝。恭喜新人喜结连理，恭喜齐王康复归朝。夫君此刻很不高兴。皇兄抬爱，臣弟自然一心想为社稷发力，只是如今怕是力不从心。皇帝说笑，今日天寒地冻，大雪侵谷，朕早已下旨，免你养病期间一切奔波劳累。臣弟纵然落魄废寝，也不至于让新婚王妃独自入宫赴宴。今日入宫，臣弟确有一事相求。但说无妨。臣弟恳请宫中太医再度为臣诊治一番。如今的齐王看似平静温和，可这平静是真的痊愈，还是暴风雨前的假象？怎么，皇兄不舍得？我为何会一时失算，觉得沈爵今日出面归朝是一件好事？怎么？做你想做的事，不必理会旁人。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把甜甜的果酿吃完。太医本就随时听候差遣，为你诊治本就是分内之事，何来请求之说？朕一直挂念你的身子，待宫宴结束，便即刻传太医为你复诊。多谢皇兄。太明显了，实在太明显了，沈爵根本毫不掩饰对乔军的特殊纵容与庇护。若不狠狠打压一番，这傻子永远不知何为夹着尾巴走人。吃这个。谢谢夫君。没想到爱卿还有这般趣味绝技，甚是难得。今日大喜之日，众人不必居礼。还有哪位爱卿愿登台助兴？这般热闹欢愉的场景，倒是让臣妾想起姐姐一桩格外有趣的往事。哦，何种趣事？还是臣妾与姐姐年少之时，永宁公主生辰宴上，姐姐曾以一口气惊艳四众，博得满堂喝彩。姐姐可还记得？是吗？是啊，这般精彩的本事，姐姐竟从未与王爷提及，实在可惜。当年那一幕，着实让人毕生难忘。哦，竟是这般令人难忘的绝活。朕今日倒是有形，也想一睹为快。既然陛下开口，那不如请姐姐再当众表演一次。姐姐可千万不要扫了满堂宾客的兴劲了。
齐王妃可愿当众表演一番？说是今日重演闹剧，丢的不仅仅是我自己的脸面，更是夫君的颜面。从前我丢人，连累的是爹爹，如今我是齐王妃，万万不能让夫君因我蒙羞。乔婉分明是故意的，她太坏了。皇上，你说我不会表演，我表演会闹笑话的，但是妹妹会表演。这个蠢货居然敢把难题甩回我身上！哦，太子妃既然精通才艺，不妨登台一试。臣妾会的皆是粗浅琴棋书画，登不得大雅之堂。太子妃此言太过自谦，多年前便听闻太子妃乃是京中顶尖才女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。如今一位抬举姐姐，反倒藏拙不肯展露自身才华，未免太过可惜。长公主殿下，我说的可对？的确如此。太子妃当年的表演，本宫至今记忆犹新，堪称惊艳。好，今日宴席助兴，便非太子妃莫属。单单琴音未免太过单调，无趣得很。皇兄，不如让宫外等候的舞姬艺者尽数入内，随太子妃的曲调即兴伴舞，歌舞消融，更衬今日大喜氛围，岂不更热闹？好，舞姿绝妙。若是我独自抚琴，众人静心聆听，尚能落得琴技绝佳、温婉有才的美目。可如今舞姬同台，我反倒成了最不起眼的陪衬，沦为全场笑柄。舞乐消融，风情绝佳，虽琴音略有不稳，却更衬舞姿灵动，实在绝妙。分明是这些舞姬抢尽风头，刻意喧宾夺主，才乱了我的节奏。太子妃殿下，太后娘娘听闻殿下献艺助兴，心中欢喜，特意传您上前，另有赏赐。好歹还有太后赏赐，不算白白受辱一场，总能挽回几分颜面。齐王妃殿下，太后娘娘传您上前，另有赏赐。夫君，我怎么办呀？这小东西撩完就想跑，小东西胆子倒是不小。哎呀，好痒的！我很怕的，我胆子很小的。不用怕，太后定会喜欢你。去吧。那我过去了。明明这般小小的一只，占不了半分地方，可他一走，身侧心底都空了一大片。姐姐总算来了，让太后娘娘等候许久，想来是在席间与王爷温存，有什么要紧要事耽搁了吧？下，不必多礼，快起身。年轻人新婚燕尔，舍不得分离也是人之常情。乖孩子，过来，让哀家好好瞧瞧。怎么脸上半点胭脂都不涂？家里没有。沈爵也太粗心了些。瞧瞧你这般清瘦，怎么半点不长肉？太后娘娘，别难过。大胆，乔玉，你怎敢对太后娘娘如此无礼？哎，不必如此苛责，哀家无事，只是一时触景怀旧罢了。真是个心肠柔软、纯粹善良的傻丫头。回头哀家让人给你备上新的头面首饰，胭脂水粉，你本就生得干净好看，不施粉黛也动人。但旁人有的，我的乖儿媳也该有，半点不能少，免得被人闲话轻视。委屈了你，尽管来告诉哀家，哀家替你撑腰，帮你出气，好不好？怎么还摇头？夫君不欺负我，他是好人，是好人。那往后你也要多照看他，好好陪着他，祝他养好身子，好不好？哀家没有什么贵重物质可赠予你，这只镯子是哀家的念想，今日赠予你。愿你与沈爵岁岁年年和和美美，安稳顺累。你本事倒是不强。太后都跟你说了什么？太后让我多吃饭，来赴宴，吃饭才是正经事。这个你吃吗？不吃。这菜当真这般好吃，往日吃只觉寻常。看着他吃饭，
莫名觉得心情舒畅轻快。明明就是宫中常规菜品，怎么乔妃吃的这般诱人？他怎么还吃得下？我不过吃了一只鸭腿便已饱腹，她一个身形纤细的姑娘，是如何塞得下这么多菜品的？吃饱了？吃完了。还有吗？不许再吃。齐王妃这般爱吃，在庄重宫宴之上毫无矜持，大口暴食，引得满堂瞩目。这般模样，难道就不怕丢了齐王爷的脸面吗？我从前竟不知乔玉吃东西这般可爱，甚觉身残体弱，久病缠身。这般鲜活纯粹的小东西，他护不住，也给不了。他做不到的事，自由我来。王妃饶命，奴婢不是有意的。王妃饶命！谁派你来的？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宫宴盛典，竟有宫女如此胆大妄为，失手伤人，实在骇人听闻，扰得圣驾不安。别怕，有本宫在，母后受惊了。父皇，此事蹊跷必有隐情，但宫宴之上，朝堂众目睽睽，当众动用私刑，终究不合礼制规矩。儿臣恳请父皇暂且将此宫女打入天牢，细细彻查审问，揪出幕后主使，方能公正处置，以儆效尤。太子所言极是。十五弟，朕知晓你心绪难平。齐王妃身上这件衣袍格外特殊，今日无端受损，着实可惜。朕定会彻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来人，将人押入天牢，严加审问，听候发落。饶命啊！那就多谢皇兄替臣弟主持公道。齐王不必多礼，齐王妃身子无碍吧？不疼，没事的。这衣裳可惜了。尹秀胜于仅此一件，只可惜会这尹秀工巧的人，也已经是皇权下的亡魂了。齐王也不要太伤心了。来人啊，立刻带王妃下去清理衣裳，再叫上宫中最好的5位太医来，替齐王看看身上的顽疾。不必劳烦宫中众人，衣物回府自有下人打理，无需在此折腾。好，那齐王便随朕前去偏殿，让朕找个太医好好看看你的腿。当年师傅就是去了齐王府再没回来，如今这一诊脉，我也终于明白当年师傅是为何而死的了。我夹在皇上和齐王中间，进退都是死路。太医院人人推脱，只有我被派过来了，真是后悔呀。此毒定时发作，伤及5脏6腑与大脑，令人控制不住发狂，一受刺激便想杀戮。那有没有方法可医治？可会伤及性命？回禀皇上，没有。齐王的时间所剩不多了。齐王饶命！没笑你，他这根本不是安抚，分明是催命符。所剩不多，是多少？回禀皇上，2年。皇兄，事已至此，臣弟早已无多余念想，如今只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皇上，王爷，微臣要不先退下。别吵！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在府中躺了数年，终日杀戮，早已腻烦，思来想去无事可做，倒是想重回朝堂，替皇兄分担政务。此事倒不难应允，只是每日鸡鸣便要上朝，你的身体扛得住吗？皇兄说笑了，上朝这般辛苦，臣弟便不掺和了。臣弟日日睡到日上3竿，舍不得早起。那你想要如何？我一直对他客气，一修是他手握重兵，不容小觑；二是他命不久矣，翻不起大浪，不愿场面难堪。我素来以善待宗族留名，区区一个封王，不必过分忌惮。臣弟只想在家翻看文书消遣罢了。刚娶的王妃大字不识，我想在她面前撑几分体面，顺便教她认字画画。皇兄不会以为臣弟图谋皇位吧？若是不答应，太医是我派人诊治，
亲口断定他时日无多。他句句不提王妃，难道是为当初换婚之事愿定聪慧得体的乔婉嫁了，最后却换成痴傻的乔韵？外界流言不断，他心中定然积怨。今日入宫，故意给我添堵。朕岂是心胸狭隘之人？吏户礼兵行宫6部，除却军务重事，其余你随意挑选处置。太过劳累繁杂的我不要。听闻乔相近日政务缠身，连自家的女儿都无暇管教，不如让我这个女婿替他分担1、2。换亲之事，乔相脱不了干系。沈爵果然记恨在心。也好，乔相的确公务繁忙，你有这份心是好事。多谢皇兄，陛下胸襟开阔。终于可以走了。你等等，齐王爷尽管吩咐。出去之后，把这间屋子发生的所有事尽数散播出去。这不妥吧？有何不妥？你惧怕什么？王爷喜怒无常，动辄伤人，万万不敢违逆。想什么呢？想你想你长得好看。那是自然。笨蛋！小笨蛋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喂！你哭什么？身上疼？方才脑袋撞疼了？说。对不起，夫君。车厢里到底出了何事？这般动静，王爷不会在马车上做出格之事吧？哪里对不起我？衣裳弄脏了，那是很珍贵的衣裳，是我弄坏了，是我不好，我补偿你吧。你可知，你现在攥着的这件衣裳，同样价值不菲，必须快点回府。说是被街边路人听见车厢动静，后患无穷。好，那你打算怎么补偿？连同身上这件一并算上。我没有钱的，我可以给你干活。王府不缺下人，不如不要呀，夫君！天哪，王爷到底在车厢里做什么？你想让外婆的人都听到？不是要补偿我？怎么事到临头不乐意了？不要！不要什么？不要！吃掉我！我是什么？野兽吗？我会吃人。王爷到了。候着。这件并非什么好衣裳。宫里宫女都说这件隐袖衣是世间独一件的至宝，是王爷母妃的遗物，无比珍贵。为何王爷却说不是好衣裳？府上没有合适的女子衣裳，不然不会让你穿这身。这衣裳不吉利，这是母妃第一次见到先皇时穿的衣裳。彼时她早已定下婚约，正陪着青梅竹马的未婚夫看桃花。干什么？你还没说完，和青梅竹马的未婚夫看桃花，然后呢？想听？那你用什么换？那再给你咬一口吧。不行，涨价了，方才1口就行，现在要2口。不愿意，那你慢慢想。王爷，人带来了。进。禀告王爷，制衣的张嬷嬷来。免礼。王妃殿下，请来这边量刑。让人给你做些衣裳，你喜欢什么样式，随意挑。那谢谢你。去吧。王妃殿下，这些伤痕是怎么回事？是林氏他们打的。林氏、乔夫人，还有乔婉，不止。乔婉是王妃亲妹妹，竟也动手敌姐，荒唐至极。这些年在乔府受尽苦楚。嬷嬷，这衣裳贵吗？都是王府自家的料子，不算贵重。王妃喜欢便好。饶命！齐王爷饶命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怎么还这么吵？
禀告王爷，没给吃屎。这嬷嬷嗓门大，还有力气吵闹。那日你说指使你的是乔韵，她怎么指使的？细说。那些话都是我胡乱编造的，如今只能硬着头皮圆下去。是乔大小姐，她让我探听您的消息，然后送回乔府。送回乔府，给谁？给乔夫人。倒也合乎逻辑。想了很久。好了，审讯吧，懒得听了。是。我都说实话，王爷您放过我，老奴做牛做马，把所有事情全都找出来。不想听了。这个安静些，就他吧，底子不错。叫什么？在乔府当差多久了？回禀王爷，小人李贵，在乔府当了20年车夫，一辈子就这一个营生，别无他业。问你问题，能如实说吗？能，小人一定句句属实。王爷，小人这些年一直被王嬷嬷欺压胁迫，那日行事全是身不由己，探听消息是乔夫人的指令，小人只是为了家中妻儿老小，不得不从啊。细说。那日是2位小姐一同出嫁，小人是临时被派上来当差的。当时外头传言齐王府无人结婚，小人嘴笨，绝无冒犯之心。在送乔韵小姐出嫁之前，乔夫人临时就私下吩咐小人，让小人送亲到齐王府后，留在府中等着接应王嬷嬷回去。王嬷嬷同时也在监视小人。另有一名车夫在王府门口看守轿子，小人负责入府接应，趁机四处转悠。没想到冲撞了王爷，落得这般下场。乔俊小姐出嫁前过得如何？其实乔云小姐根本算不上乔府的嫡女小姐，这些年她过的日子比我们这些底层下人还要不如。哦，乔云小姐一直住在乔府偏远院落，那地方除了小厨房伙计偶尔来拾柴火，几乎无人踏足。小姐住砖石小屋，墙面四处破洞，冬日屋内比屋外还要寒冷。仅有一床薄被，店主全是稻草与枯叶，小人未曾亲自去过，都是后厨同龄小伙计偷偷送饭时说的。小人负责养马，时常去那边取稻草，总听见旁人说小姐快要活活饿死，大伙儿心底都不忍。那小伙计便常常偷藏吃食送过去。乔府二小姐乔婉日日燕窝鱼寸滋补，吃不完的饭菜宁可倒掉喂猪，也不肯分一丝给大小姐。可乔相心底厌弃大小姐，我们下人不敢明着善待她，一旦被发现，免不了挨罚。临时，乔婉、王嬷嬷还有府中许多下人，全都欺负小姐。小姐无力自保，只能不停认错求饶，哄得众人消气，才能少受些苦头。这些事，乔丞相管过吗？回禀王爷，从来不管。当日随同王嬷嬷一同入府的陌生丫鬟是什么来路？丫鬟，小人记起来了，那日和王嬷嬷一道来的生面孔女子，从前从未在乔府见过，许是新进买进府的。好了，你在此休养。齐王爷，小人有个不情之请。府内人手充足，不过你可领双份月银，不知你愿不愿意？小人万死不辞。王爷吩咐什么，小人便做什么。坏了，王爷毒发了。等他伤势痊愈，放他离开。放了？如今连我的话都听不懂了。是，王爷，小人一定照办。推我回明香阁。是。想知道故事的后续吗？不涨价了，这次咬一口就行，好不好？夫君，不好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是啊，很不舒服。那我不听故事了，我陪着你好不好？可我快死了，你陪着没用，我死了你怎么办？那找大夫。太医看过了，没用。那怎么办呀？这么着急，
让我咬一口会好一点，你要不要试试？不要！不要的，我咬一口，怎么可能会好？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试试，不就知道了。这次试试这里。今日整日10几家宾客登门，里外应酬，周旋寒暄全靠我一人撑着。原来是太子妃，怎么样？忙完了？他终究是当朝太子，身份尊贵，这点委屈只能忍，万万不可失了仪态，坏了分寸。是啊，好忙好累，一众宾客坐着迟迟不肯离去，全都执意想要见你。多谢太子妃替我应酬周全，乔婉容貌清丽端庄，算得上佳人四色，放在一众世家女眷中亦是上乘。可这份好看太过规矩寻常，4平8稳，毫无锋芒，比起乔云那一眼便惊心动魄、乱人心神的惊艳，简直天差地别。那殿下，臣妾有个请求。哦，什么请求？今日姐姐得了皇上赏赐，臣妾却没有。殿下，臣妾有些委屈。太子妃说笑了，你已经是堂堂太子妃，还想要什么赏赐？你姐姐不过得了一袭吉服，顶多往后能同你一般自由入宫，除此之外，她哪一处能比得上？是。不过过2日便是乔府回门之日，你若喜欢，便多添这些首饰妆奁。回门那日穿戴精致些，也好让你爹娘安心。殿下会陪臣妾同去吗？自然，你是姑的妻子，回门省亲，姑怎能不去？公公，实在不巧，齐王妃还在睡。是的，齐王爷也尚且休息。那不如派人将2位主子叫醒。是。那你还不快去！公公，奴才实在不敢惊扰王爷休息。您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王爷定会给您几分颜面，即便被吵醒也不会动怒。还请公公随奴才一同前去。我去就是送死！沈爵性情乖戾暴虐。罢了，等着吧。齐王爷难得能安睡，切莫惊扰。那不好吧，终究是皇上御赐之物，耽误了时辰。无妨。是，多谢公公体恤。夫君，穿鞋。哦，夫君，想做什么？想吃饭。先穿衣梳洗。哦，帮我。适应的倒是飞快，如今都敢理直气壮使唤我了。自己记。你以前怎么穿衣裳的？这般简单系带都不会。以前的衣裳简单，没有这些复杂系带。自己会梳头吗？会的。梳给我看。你爹爹没给你配个贴身丫鬟照料起居？丫鬟，下人，这里的丫鬟嬷嬷人很好。夫君，别动，坐好。昨日的故事还未讲完，还想听吗？想听。当年他在乍暖还寒的初春，与尚未成婚的夫君一同入桃花林赏春。那一日，他身着耗时1年、精工细绣的新衣，头戴亲自与匠人商议打造的发簪，满心欢喜。可他全然不知，那日先帝一时兴起，微服出宫，与民同乐，先帝一眼便相中了他。当日强行将他拖车上马车，在车中强行临幸，当夜便将他带入宫中。册封为妃就是这样。你很伤心，嬷嬷。吃饭吧。好啊。不用说那么多遍。哦，什么时辰了？回禀公公，即刻便到午时了。唉，真是王爷不及太监急。乔相，江公公，乔相，您怎么也来了？江公公怎会独自在此会客厅等候？这位嬷嬷如何了？现下已然将近午时，2位主子。江公公莫急，应当很快便好。宫中事务堆积如山，我在这里干等大半日，偏偏半点办法也没有，越急越乱。2位大人稍安勿躁，在此静候即可。
王爷需人伺候，老奴先回，或许快上几分。江公公此番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咱家送达御赐赏赐，这是给王妃的吉符，另有皇上口谕。他得此赏赐，终究是看在齐王爷的颜面罢了。哼，瞧相双标至极。那今日为何在此等候许久？迟迟无人出面接赏。齐王与王妃尚且未起，只能静待。将近午时仍未起床，简直成何体统！不知乔相所谓何事？朝中繁杂事务堆积，须得送来让齐王爷挑选处置。江公公应当也曾听闻此事。江公公，有请入内，二位主子现已方便，让您久等了。好！那本官呢？莫非还要继续在此等候？为何不让本官入内？大人恕罪，王爷未曾吩咐召见，属下不敢擅自做主。王爷若是动怒引发旧疾，后果无人能担。这是太子府的马车，当真气派非凡。太子极少出宫闲逛，车内想必是新进的太子妃娘娘吧？恭迎太子、太子妃殿下，二位所需首饰，小店应有尽有，尽数呈上。将你铺中最顶尖珍稀的首饰尽数取来，寻常物器不必浪费时间。这，殿下恕罪。怎么了？小店其余首饰皆可即刻奉上，唯独最顶级的全套珍品，昨日已被人全数预定，尽数送走。二位殿下若需，最少需等候半月之久方能补齐。是何人预定？孤亲自出面，可将物件调来。殿下英俊无双，权势滔天，必定能替我将这京城最好的首饰讨要过来。是齐王府。齐王府，果然是齐王府。这般霸道独占、尽数包管的行事风格，除了沈爵，再无他人。今日是我闹着出宫挑首饰，太子专程陪我，如今屡屡碰壁，他已然颜面尽失，我万万不能再添乱，让他下不来台。那我们便等吧，总归是一家人，不好与皇叔争抢，免得伤了和气。只是我姐姐也太过任性，不过刚做齐王妃，便如此恃宠而骄。倒也不一定是齐王妃的主意。不管这些了，殿下，我们换别处看看便是。也好。早知如此，还不如安分待在太子府，挑选库房首饰，何苦出来自取其辱？去看看衣裳吧。多谢殿下。起来吧，将你们铺中最好的料子尽数取来。是，二位殿下稍后。你们掌柜何在？何故不在铺中值守？回禀殿下，掌柜亲自送货去了。今日订了大批贵重料子，物件太过珍稀，小人等不敢经手，掌柜便亲自押送了。可是送往齐王府。殿下真是料事如神，正是送往齐王府。今日太子妃挑选的所有料子，尽数尽快打包，今日之内全数送入太子府。是，小的遵命，必定即刻办妥。嬷嬷，府中这般热闹，究竟是何事？回乔大人，不过是王爷特意为王妃置办的日常用大罢了，并无特别之处。这乔云实在太过不像话，新婚便如此奢靡无度，铺张浪费。齐王爷这般纵容宠溺，迟早会惯坏了他。乔大人误会了，这些不过是女子寻常起居所需之物，算不得奢靡铺张。寻常世家姑娘出嫁，皆有丰厚嫁妆傍身，衣食物件一应俱全。唯独我们王妃，身为去恶新娘，一身清白入府，半点嫁妆一物随身皆无。如今这些置办，不过是补齐她本该拥有的体面罢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乔相恕罪，老奴一时糊涂，忙昏了头，竟是忘了您是王妃的亲生父亲，王妃自然是有娘家的人。大胆！区区奴才也敢对本官无礼！乔相息怒，老奴当真不知何处失言，惹得您这般动怒。您日理万机，公务繁忙，或许不曾留意。王爷也是不忍王妃受流言非议，被人轻贱，才特意让人置办齐全用度，只为替王妃稳住体面，平息外界闲话罢了。不必多言，齐王爷究竟何时见我？本官已在此等候整整2个时辰。本官奉皇上旨意前来公干，齐王爷莫非是要抗旨不遵？老奴正是为此事而来。乔相，今日
您请回吧。你说什么？王爷自晨起便陪同江公公对弈闲谈，江公公是圣上亲派，自然得以礼相待。一来二去，耗时许久。如今时辰已晚，王爷身子本就孱弱，经不得劳累，需静养调息。此刻再见大人，实属不妥。王爷吩咐，明日定然为您空出时辰，还请大人明日尽早前来，免得再有其他宾客在先，耽误公务。若是明日齐王爷依旧避而不见，休怪本官入宫面圣，如实复命。大人放心，明日定然不会让您空等，还请大人早些回府歇息。备饭吧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又有何事？哼，整日大惊小怪，就不能让我省心片刻？当初随乔运出家前往齐王府送嫁的王嬷嬷，还有随行的一名轿夫，直至此刻依旧未归，音讯全无。您说，他们会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？不过区区一个嬷嬷，一个轿夫，也值得你这般惶惶不安。罢了，明日我还要去齐王府，届时顺带向齐王问上一句。明日？怎么能是明日？又怎么了？一桩桩一件件，没完没了，到底能不能让我清静片刻？大人，明日是婉儿回门的日子，她要随太子殿下一同回府省亲，您怎能还去往齐王府啊？你为何不提醒我？这般要紧的大事，你怎么半点风声不提？大人这2日早出晚归，终日在外奔波，几乎不曾露面，妾身连近身伺候的机会都没有，又该如何提醒您呢？哭什么哭？整日哭哭啼啼，再好的福气也被你哭散了。每到糟心时刻，他便只会落泪抱怨，毫无半分用处。若是韵儿生母还在，必然不会如此。她温柔娴静，聪慧通透，容貌绝世，心性玲珑，向来最懂我心意。够了，这酱肘子太过油腻，我素来不爱吃。下次多备些素净才是。前几日我特意多备素菜，他又斥责我小家子气，嘲讽乔府如今落魄到吃不起荤腥，横竖好话坏话都是他说，我无论如何伺候，终究落不得半点好。明日我去往齐王府，尽量速去速回。你暂且撑住片刻，就当是为了婉婉，为了乔府。妾身一人如何撑得住？明日太子殿下必定亲自陪婉婉回门，若是归家不见一家之主，太子颜面尽失，定然心生不悦。日后若是因此迁怒婉婉，薄待于他，该如何是好？你眼里就只有婉婉的荣辱，儿女的私情。你可知太子当众失仪，颜面受损，牵动的是朝堂局势。我好不容易与太子打通关系，稳固朝局，若是因此生出嫌隙，满盘皆输。能不能闭嘴安分些？都是齐王，这根本就是他蓄意谋划的圈套。莫不是他特意为乔允出头？定是那个痴傻丫头蛊惑齐王，故意选在今日发难，就是要抢婉婉的风头，存心与自家妹妹作对。大人，明日您能不能不去齐王府？圣上亲下口谕指派的公务，岂是我说不去就能不去的？罢了，事已至此，静待明日局势再说。前去送嫁的王嬷嬷至今杳无音讯，随行2名轿夫只归1人，另1人凭空消失，踪迹全无。什么地方？那是后院鸡舍，里头养的几只真鸭，都是秦晖和府中暗卫闲着养着玩的。想看，可以看吗？当然可以，只是里头那只公鸡性子最是凶悍，名叫竹叶，府上几乎人人都被它啄过。它向来欺软怕硬，越是怕它躲它，它便越要追着欺负。王妃待会儿一定要多加小心。秦晖说王妃入府那日，凶悍跋扈的竹叶在王妃面前乖得不像话，安静得如同寻常佳鸡。可我总觉得太过离奇，应当只是巧合。那个长角，那是山羊，王妃从前不曾见过吗？山羊能吃吗？自然可以，专供王府小厨房食材所用。那边还有猪舍、鸭舍，一应俱全。它是坏鸡。为何说它是坏鸡？它一只住这么大地方，那些
好多挤在一起。母鸡们性情温顺和睦，素来喜欢群居相伴，只是竹叶性子暴虐孤僻，爱打架滋事，总欺负别的鸡鸭，没有同伴愿意与它同住。这样啊？你为什么打架？它有名字？它叫竹叶。哇，它可真好看。的确绝美，也难怪秦晖和一众暗卫都格外偏爱它。好想红烧，可爱。这还是那只横行王府谁都不惧的霸王竹叶。平日里除了王爷，他见谁欺负谁，最爱展翅落在秦晖头顶，一副俯瞰众生、威无尊的嚣张模样。如今竟被王妃一句随口东烧，吓得抱头鼠窜，怂得彻底。你来了，多谢嬷嬷近日安置照料，殿下怎可来这般脏钻的地方？仔细沾染了尘土异味，污了身上华贵新衣。乔月，你是？王妃殿下，奴婢是您的陪嫁丫鬟凝霜啊。此处脏乱，仔细污了殿下衣裳，您随奴婢往这边来。哪里脏？凝霜姑娘放心，后院日日有人细致清扫打理，干净得很，不必多虑。别说殿下无碍，便是王爷闲暇之时，也常来此处静坐饭心。多谢嬷嬷解惑，是奴婢误会了。初入王府那日，正是拉拢乔韵、建立信任的最佳时机。人生地不熟，孤立无援，最容易入心轻信旁人。可王府之人不由分说将我软禁隔离，生生错失天赐良机。如今时日已过，乔韵已然适应王府生活，身边又有谨言贴身照料，再想获取她的全然信任，难于登天。那你们要一起玩吗？下官见过齐王殿下，下官奉皇上旨意前来递送公务。乔相怎么管不好你的人？我的人？难道是凝霜暴露了？不对，凝霜是太子亲自安插在乔韵身边的眼线，并非我乔府部属。此事隐秘之极，若是败露，牵扯极广，后患无穷。来人，带上来。乔大人，救救老夫！敢问王爷，此人是做了什么错事，居然弄成这样？你自己说吧。老夫走错了路。是乔夫人让老夫在齐王府四处看看。你胡说什么？王爷，是这个狗东西不懂规矩，带回去之后，下官一定好好管。乔相在本王面前发这么大火，是要做什么？做给本王看。御下不严，本就是你的错，罪责若全在车夫，会让人笑话。是，此事可大可小，全凭审决一句话。我若是回去迁怒车夫，反倒落个丞相刻薄的名声，进退两难。车夫已然得了教训，还请乔相受累，领回去吧。好了，一些琐事总算处理完，乔相，请坐。王爷，奉皇上口谕，让下官将手中一些事务给殿下过目挑选，还请殿下过目。有没有什么比较悠闲的？回禀王爷，微臣近日负责之事都比较忙碌棘手，手下人更是一团糟。但这个查马斯督察使似乎还挺闲的，就属这一职，文书最少。回禀王爷，微臣身兼数职，这只是其中一项，大部分事务实则是由副使代行。微臣只大致把握方向，并不涉及具体事务。实则查马斯督察也是很忙的。这样，那更需要人帮忙了。怎么能将事情都压在副使一个人身上？好了，就这么定。王爷定得可真快。快吗？那本王再多挑挑，比如全选。全选是我丞相最核心的权柄，官员任免全在此处。若是被沈娟拿走，我大权尽失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正好闲着。乔相，留下用膳吧。本王这府上冷清，自从病了，便没什么人来。今日你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不如对其喝茶，闲聊一番。不了，臣有些要事。哦，今日不是休沐吗？乔相还要忙什么事？今日是回门日，太子殿下与乔婉恐怕已经到府上了。啊，竟是如此！小婿居然忘了这个大日子，实在是怠慢您了。失礼，实在是失礼。来人啊，
备礼，备车，叫上王妃。您且稍微等等，我们同您一块儿回去，一家子团聚，岂不是热闹？我今日入府，本只是敷衍应付，走个过场，可我万万没有料到，沈爵竟要带着乔军一同轰回门。王妃，小心台阶，没事儿。夫君，你叫我啊？穿这个冷不冷？不冷。我们去哪里？回门，同他一道回去。太像了，像极了他的娘亲，却又比他多了几分温顺干净。他是谁啊？你不认识他？眼熟，有些像爹爹，但是爹爹更温柔，更好看，没有这么凶。那回门是什么？就是带你回家看看。回家？夫君是要把我送回乔府吗？是不要我了？是因为我吃的太多了吗？你这口饭，本王还是给得起的。乔相，王妃早年间在乔府受尽苛待，日子苦寒，一时受惊失态，还望大人莫要见笑。臣不敢，诸多往事皆是臣目光短浅，行事偏颇，实属臣的过错。若是王妃愿意，臣愿尽力弥补往日亏欠。乖女儿，是爹爹的错。爹爹，哎，你变得好丑。好了，不耽误时辰。乔相，回门大礼在即，想必你也心急了。夫人来了，太子殿下的马车到街口了。果然是太子先到。乔相真是愈发不靠谱，这般重要的回门大典竟敢迟迟不归。娘，女儿回门啦！恭迎太子妃殿下。娘，您不必这般拘束，私下里无需守这般严苛礼数。礼不可废。多谢太子殿下陪伴太子妃归府，实属小女福气。愿二位殿下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。免礼。怎么未见乔相？今日回门大典，他去往何处？乔相朝中突发要事，不得已出门处置。丞相今日不在府中。现下暂不在府中，殿下见谅。快请进府落座，他片刻便归，绝不耽误。好大的架子！太子妃回门，身为岳父竟缺席怠慢。爹爹不在，我明明提前再三叮嘱过他，今日是我回门大典，万万不可缺席。他究竟去哪儿了？还能是因为谁？都是被齐王逼的。回来了，乔大人回来了！我就说他定然准时赶回，快随我迎上去。好像大人身后还跟着一辆马车，阵仗极大。这么多人，倒也不必这般大阵仗迎接。王爷大驾光临，真是惊喜万分，实在太巧了。老爷方才也刚好赶回，我方才还忧心他赶不上回门及时，没想到竟与王爷同至，真是再好不过。王爷一路舟车劳顿，辛苦了。巧，这可一点不巧。乔相一早便去往齐王府登门，与本王相谈甚欢，盘桓许久，方才一同动身归来，刚好赶上今日回门吉时。您说对吧，岳父大人？这回门礼，本王与王妃新婚初见月讲，头一回登门，总不能空着手前来施礼。我的天，齐王爷在回门礼也太厚重了，简直堆成山了。反观太子殿下回门，竟半点礼数未见，高下立判啊！沈爵哪里是来回门贺喜，他分明是专程上门讨债。今日乔府颜面，太子体面，尽数被他撵得一干二净。夫人，下车吧。哦，太美了。夫君，过来。困了？还饿。你怎么这么招人？毁了，真的毁了。方才沈西那道赤裸裸的目光，像粘在他身上一般，刺眼至极，气死我了。王爷，外头风冷露重，不如先进府落座歇息。是啊，王爷，府中早已备好热茶暖座、精致点心，快入内取暖。王妃也快劝劝王爷，小心累着身子。到底是你们累着本王，还是他累着本王？门口尽数堵塞，车马香笼堆叠，这般阵势，本王如何进府？分明是你刻意让人把回门礼堆在门口，造势攀比，故意羞辱众人，如今反倒怪罪我们堵路。乔相倒是格外疼爱女儿，
方才王妃亲口言怜腹中饥饿，想来乔相是心疼女儿，急着让王妃早些用膳歇息。不过些许小事，理所应当。确实，不过小事一桩。府中小院景致尚可，乔婉，你且带着太子殿下四处赏景散心，这边有我与夫人陪着王爷王妃便可。殿下，不如随我去闺房小坐片刻。这样子。不该问的，别问。殿下随我来，这是府中景致最好、采光最佳的院落，是我专属的闺房小院。院落确实极佳，采光方位皆是上品。你一人独居此处？爹娘疼我，特意为我置办此院，还配了10几名丫鬟伺候，生怕人手不足，琐事繁杂忙不过来。你们姐妹二人不曾同住一院？不住一起，乔元住在别处院落。哦，那他院中配有几名丫鬟伺候？爹爹说他心智懵懂，不懂人事，怕他使唤不好好下人，便未曾给他配置丫鬟。没什么好看的。是，相府庭院狭小，景致寻常，自然比不上齐王府宏宏气派，雅致清幽。王爷若是乏了，不如一步茶室小坐，品茗歇息。太子呢？去往何处了？方才本王听闻，他似是去了太子妃昔日居住的闺院。韵儿，不如也去你从前的闺房看看。王爷万万不可，实在多有不便。那终究是女子旧时闺房，王爷尊贵之身，贸然前往，与礼不合，多有不妥。哦，太子殿下去的，本王便去不得。还是说，本王与王妃的婚事，名不正，言不顺？不是的，王爷，臣妇绝无此意。那屋子自王妃出嫁后，便一直在修缮整理，杂乱不堪，尚未完工，实在不宜入内观庄。既在修缮，那正好去看看，修缮的如何。岳母大人也一同随我，代为介绍一番，也好避开闲人口舌，免得旁人说本王与王妃二人独处，举止不合规矩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那院子是我刻意安排的破败偏僻小院，终年无人打理，破旧不堪，是我多年苛待乔允的铁证。乔相从未过问，从未踏足，全然不知实情。今日一旦前往，所有遮掩尽数悉破，我苦心隐瞒的一切都要暴露在众人眼前。罢了，王爷既然想看，便前头带路便是。磨磨蹭蹭做什么？还不快前头带路！是，听老爷的。此处便是韵儿从前的闺房了。房间尚可，王妃觉得如何？不错。这孩子真是吓死我了，偏偏大喘气说话。我赌对了，他果然还是这般愚钝懵懂，分辨不出此处根本不是他的住处。乔夫人倒是有心，将房间收拾得这般干净整洁，只是奇怪，为何屋内连一件王妃旧日的物件，半分旧日痕迹都未曾留下？实不相瞒，允儿从前所用物件多年未曾更换，早已陈旧破损。如今她嫁入齐王府，享福顺来，那些粗旧物件已然配不上她的身份，留着无用，我便让人尽数撤走了。女儿，从前娘亲待你严苛，多有苛责，你可千万不要怪罪娘亲啊！我没有怪罪你，你只要不要再让人打我就好了。他在胡说什么？倒是本王孤陋寡闻了。如今世家府邸，竟还有人用体罚鞭打的方式管教自家嫡女。王妃细细说与本王听听，乔夫人是如何让人打你的？王爷明察，不过是寻常闺中管教，小车大件，算不得什么。本王问的是王妃，乔夫人这般急切接茬，是想替自己辩解，还是心虚？用的鞭子很痛。在何处打的？在我的房间，不是这里，是那边。我不知道是谁住的。倒是有趣，乔夫人方才言之凿凿，如今看来是在刻意戏弄本王。我记错了。看来乔夫人年岁渐长，记性越发不坚，整日净说胡话。乔相你公务繁忙，
无暇顾家，也该多费心管束内宅，照看家人。既然是记错了，那便前头带路吧。这回应当不会再错了。不会错了。到了。好笑，我齐王府就连养猪的猪舍都比这间屋子气派干净。乔府嫡长女，堂堂相府千金，常年身居这般漏风漏雨、破败荒亡的陋室。乔夫人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寻常管教，还是说你们夫妻二人是打定主意要当全京城、全朝野的笑话？你怎能做出这等荒唐事？你从前口口声声说早已给孩子安置妥当住处，悉心照料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安置妥当。哦，听乔相这话，竟是全然不知情。只是乔相身居高位，执掌家事多年，内宅嫡女被常年苛待，身居陋室数年，一无所知，这般糊涂，倒是着实不简单。是为父失职，亏欠女儿良多。云儿，爹爹心中有诸多苦衷，往后定然好好补偿你，弥补这些年的亏欠。乔相自重，世间最无用的便是后悔。有些亏欠，一朝错过，终生难补。乔相既然有心补偿，那便看你的诚意如何。往日种种，也并非全然不能商量。至于乔夫人，下官定然严加惩处，绝不姑息。无趣。秦晖，推我别处转转。是，方才替你出了气，怎么还不开心？谢谢。谢我什么？爹爹变得好丑，好老，好难看。爹爹以前很好看，很温柔，笑起来暖暖的，眼睛里有光。我以前的爹爹死了。小笨蛋，这叫相由心生。是不是心里总想着坏事情，脸上就会变丑？看什么？那你心里肯定一直想着很好很好的好事。真有你的，秦晖。属下在，王爷有何吩咐？你去后厨将本王带来的银两物件尽数分发下去。暗卫早已查清名单，会告知你分发人选，以王妃的名义。王爷待王妃真好，事事为王妃周全，做好事义不留名，满心都是王妃。今日话很多，属下不敢。殿下，事成了，都布置妥当了。所有端上桌的明面菜品，属下尽数处理完毕，无一遗漏。好，很好。殿下，那您待会儿也一同用膳吗？这东西吃的当真是万全无碍，不过是寻常矾石粉末，无色无味，本身无毒，常人食日半分害处无有。只是恰好能做一味特殊药理，可催发潜藏毒素发作。孤体内本无半点毒素，自然无需畏惧。殿下英明，思虑周全。殿下，凝霜姑娘已然抵达乔府，在外候命，让她过来。奴婢凝霜见过太子殿下。不必多礼。在齐王府蛰伏这些时日，可还安好？无人委屈你吧？乔府近日皆是些无关痛痒的琐碎小事，毫无实质性进展。看来你尚未取得他们全然信任。我往日的要求不变，重中之重是乔玉，你必须尽快成为他的贴身丫鬟，净身伺候，把握契机。这件事你可能做到？奴婢能做到，定不负殿下所托。我信你，切记万事小心，护好自身安危。若是事态危急，机会难得，你可直接对沈爵动手，但切记，万万不可伤到乔云分毫。是，奴婢谨记在心。传讯依旧沿用旧法，隐秘行事，切勿暴露。你即刻返回齐王府，莫要引人疑心。是。怎么样，小林子方才去哪儿了？打探清楚了吗？回太子妃，方才太子贴身的小林子独自去了后厨，在菜品案前徘徊许久，确认完所有菜品后，便匆匆离开了。厨房？他去厨房做什么？奴婢不知。后厨下人只说，他专程查看了所有即将上桌的成品菜肴，行径怪异。殿下难道是想在宴席菜品里动手脚，下毒害人？君儿，多吃些，今日好好补补身子。爹爹何时对人这般谄媚讨好过？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？不过短短片刻，爹娘尽数变了模样。先试毒。皇叔行事果然谨慎至极，
有皇叔这般细致提防，我等今日同席，爹是安稳无忧。那倒也未必，世间诸多蹊跷，有些物事本身无毒，银针亦查验不出分毫。哈哈，皇叔说笑了，世间哪有这般神异的毒药？是吗？世间万物皆有志候，自然也有特殊药源，可摧万象，引百病。怎么回事？沈爵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难道看穿了我的算计？吃吧，好吃。好好吃。从前在乔府，从未吃过。没吃过。大家都动筷，都快吃吧，别拘谨。难道小林子去后厨并不是下毒？皇叔，今日是回门宴，侄儿敬你一杯。皇叔，可是酒不合口味。侄儿真是好孝心，皇叔身染陈赫不能饮酒，你偏偏前来敬酒，是侄儿欠考虑了。那皇叔尝尝这道清蒸鲈鱼，新鲜的很，清淡不腻，正适合皇叔这样的身子。秦晖，是。皇叔防备心真是强，难不成怕我下毒？倒也不是，只是嫌你的筷子罢了。沈西音想让沈爵吃下席上的食物，他却始终不肯动筷，该如何是好？姐姐，你也别光顾着自己吃，给王爷也夹点菜啊。少说两句。王爷身子不好，姐姐你也多照顾照顾他嘛。夫君，你尝一口吧。拿稳点儿。什么意思？嫌弃我的筷子，却不介意乔稳触碰过的食物。吃饱了？还行。快扶一下王爷！不好了，王爷毒发了！大家速速出去躲避！王爷毒发极易伤人，千万不要被误伤！殿下，快走！王妃，快走！他很难受吗？王爷此刻定然痛苦万分。坏了，王妃这一举动彻底打乱了王爷所有的布局计划，这下彻底麻烦了。你进来做什么？到底是什么缘故，能让他全然不顾自身安危，不顾一切闯进来？你做什么？秦晖说你毒发了，你不舒服，对吧？你之前难受的时候就是咬我的，你咬吧。王爷毒发之时，性情狂妙，全然失控，最是容易伤人。此刻万万不可有人入内，唯有让王爷独处片刻，方能慢慢恢复理智，稳住心神。本宫的随从还在里面，你们便要这般弃他不顾，见死不救。太子殿下若是执意要人入内送死，大可一试，届时牵连旁人殒命，后果自负。你是怎么看人的？此刻凶险万分，王妃怎能贸然入内？万一皇叔失控伤了他，该如何收场？太子殿下稍安勿躁，暂且静观其变，或许尚有转圜余地。不能等，立刻传乔府所有侍卫入内，众人合力，难道还制衡不了失控的皇叔？他纵然疯魔，也有力竭之时，用人填补，总能护住王妃。他为了乔运竟然失态至此，不惜驱使众多人命去冒险，也要护他周全。殿下莫忘，王爷常年征战沙潜，骁勇善战，以一敌百，乔府所有侍卫悉数入内，也绝非王爷对手，不过是白白送命。你咬吧，咬别的地方也行，只要你能舒服一点就好。你可知道自己此刻在说什么？聊天，他俩聊起来了。原本准备好的生出血都在后着，这下全乱了。总不能当着王妃的面洒出血吧？秦侍卫，里头怎么样了？怎么好像没什么动静？是这样的，太子殿下有所不知，王妃殿下魅力惊人，王爷毒发的时候，只要看到王妃，被美貌一惊就恢复理智了。过程需要些时间，您不必担忧。看到美貌就恢复理智，骗鬼呢？我看起来很好打发吗？秦侍卫真是这种时候还在说笑，如今再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不如开了门看看，万一王妃被皇叔伤着，可怎么是好？那您放心，王爷不可能伤王妃的。不可能伤她？沈爵真的对她这么上心？也是，有那样一个温软香糯的美人伴着，自然也会上心。殿下真是有心了。小的还以为没有人在意王妃的死活呢。方才王妃进去的时候，
可没有人想到这个。那自然是关切的，里头可是皇叔皇婶，怎么说也是血浓于水。殿下，您去歇着吧，若是有动静，属下第一时间跟您禀报。没有反应？银针怎么会没有反应？接触凡石粉末，银针反而会变亮才对。今日试了那么多菜，一丁点反应都没有。不行，我要进去看看。太子殿下，王爷毒发时六亲不认，您若是进去，万一有个闪失，闪失？他是姑的皇叔，还能杀了姑不成？殿下说笑了，万一不小心伤了您，您的面子往哪儿搁？那不是代表您打不过王爷吗？狗东西，让开！来人啊，将此处围起来！一批人跟姑进去，务必要保护好齐王妃。好侄儿，对本王的王妃，你倒是上心。好多人啊！皇叔，你没事了？太子希望本王有事，侄儿自然是担心皇叔安危的。只是在乔府闹得这么大，若是皇叔在回门宴上发疯的事情传出去，岂不是连累了乔府也被人笑话？谁说发疯了？清辉，是你？属下也是胡乱猜测。王爷，属下错了，自请领罚。姐姐你也是，居然就这么冲进去，真是令人担心。哦，太子妃在担心什么？姐姐不懂事。看来太子妃说话也是鲁莽得很啊。本王毒发，王妃亲自呵护，怎么能说是不懂事呢？难道太子病时，太子妃要躲得远远的？那太子殿下也是娶了个好妻子。还说什么？还嫌不够丢人？本王也罚了，今日便到此为止。你那随从言行冒犯，我将他带走，好好训诫一番，你没意见吧？好侄儿。皇叔，你怎么能如此霸道？那是姑的贴身随从，何时带走的？过几日还你。一个服从罢了，怎么如此小气？你这是什么眼神？难道还会吃了他不成？打狗还要看主人，此事绝不能外传，否则丢人的还是姑自己。凝霜是姑一手培养的死士，完全忠心，绝不会出问题。沈爵，先饶你一命，等东西到手，再让你死。回吧。王爷，您请稍等。岳父大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臣思来想去，着实是觉得对不住小女，所以现在想补上当初未能送出去的嫁妆。因为时间紧，所以有些用度考虑不周，都是些库房中的东西。乖女儿，若是你有需要，日后随时回府上取。这个老东西，大抵是见我方才在对峙中占了上风，所以不敢得罪我，稍稍出点血，平衡一下我的态度罢了。好啊，王妃，日后缺什么，记得。当然要来，当然要来的。罚了，清辉，走。一团乱，我真是快疯了。看什么？福金，有什么话？你好会骂人啊！你这算是夸我吗？当然了，我说话不行，福金，好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为夫日后便教你识字念书，练练你的嘴皮子。识字念书？怎么，不愿意？愿。你。罢了，殿下，您的那位随从不会有事吧？唉，小林子何其无辜，若是沈爵不发疯，恐怕如今还好端端在姑的跟前站着。小林子的事情，他自求多福。岳父大人，我们能做的事情还有不少，不如来谈谈
您今日去了齐王府，与皇叔都聊了些什么？毕竟，岳父大人，如今你我才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姑也想知道，沈爵忽然出府四处搅浑水，如此费劲，究竟是要做什么？殿下，这边请。乖女儿，你爹也是无奈之举。他把那些东西送给乔云的时候，人家正眼都不看他。库房里那些东西他凭什么送？那些都是我的东西。娘亲，你还说爹爹，你明明也是。你今天在那么多人面前半点面子都不给我留，你怎么也跟外人合起来欺负女儿？那也是沈爵的原因吗？乖女儿，是娘亲的不对，可是事出有因，若是不阻止你，娘亲这么说，那什么都是我的不是了。我做什么都不对，你们做什么都对，齐王都会护着乔云。你们是我亲爹亲娘，居然不护着我！好女儿，谁待你好你是知道的。为娘就你一个女儿啊！爹娘也不想人下被人威胁嘲讽，但是乔运如今见沈爵的事，咱们也没有别的办法。千错万错，都是那个贱人的错。如今沈爵被他诓骗了，故意来替他出气，咱们有什么办法？娘，方才是我错了，你们受委屈了。爹娘如何都不要紧，你要把太子殿下伺候好，让他听你的，给你出气。你爹爹在朝堂与太子殿下联合，绝不会输。那个沈爵如今风光，实则内里已经空了，撑不了多久。到时候太子殿下独宠你一人，天下都是你的，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我不想让乔云再出风头。还是那句话，他终究是个傻子。你让沈爵看透他的傻气，让他觉得丢人，厌弃他只是一瞬间的事。娘这儿有些好东西，你过来。不会吧？乔相德高望重，怎会如此对待自己的亲女儿？怎么不会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自己女儿去公主生日宴犯傻丢人，他恐怕恨死她了。你看吧，听说原本这个大女儿是要嫁给太子的，结果现在换了小女儿。不过最近齐王陪着王妃回门，那阵仗简直气派，乔相补了不少嫁妆呢。那是给大女儿补吗？那是给齐王妃补的。精辟精辟呀！不过齐王还是那个齐王，怎么会让人欺负到自己头上？气势上首先就不能输，不愧是当年京城第一线。那你说齐王对齐王妃是真护着，还是为了颜面？毕竟王妃是个傻子，还是被换过去冲洗？唉，这谁知道呢？毕竟再美的姑娘，脑子不好也没什么意思。我们家王妃多有意思啊，多可爱啊！这帮人懂个屁！夫君不喜欢吃饭吗？没什么胃口，你吃你的。不行的，对身体不好。我喂你吧。我几岁？不知道，你没说过。夫君，如果不吃，就要被我吃完了。你自己好吃的，你尝尝嘛。怎么这么慢啊？这样吃怎么抢得过别人呢？真是让人操心。试试香酥鸡。喏。喂，王爷，属下有要事禀报。进。王爷吃饭什么时候要喂了？夫妻停去吗？明明王妃看起来才是更需要喂的那个。什么事？审问完，那个小林子招了，事关王爷身上的毒，机密之极，要让王妃听见吗？一会儿再说，先等他吃完饭。是，当然了，毒的事情哪有王妃吃饭重要？王爷您开心就好。
凑过来些。好了，玩去吧。刚吃完饭别跑。好，好啊。如今的王爷不仅是个温柔丈夫，还是个少年感的爹，这对吗？以前王爷是这个样子吗？若在冲洗前发生，我只怕会觉得自己撞到鬼了。这才几日啊，王爷你有点出息吧？秦晖，你那是什么表情？属下什么也没想。说吧。小林子说，那矾石粉是太子给的，吩咐撒在菜里搅拌均匀。他也不明所以，矾石粉本身没毒，太子没明说为什么，他稀里糊涂就干了。那个丫头的事情，问了，这个倒是有不少收获。凝霜姑娘是太子捡来的丫头，养在身边数十年，一直不为人所知。谨言嬷嬷，你吃饭了吗？回禀王妃，吃了，吃得很好。太好了！王妃想去散散步吗？王府很多地方您没去过。好呀。王妃殿下，谨言嬷嬷，是你啊？你在做什么？奴婢一直在候着你，能跟在王妃身边是奴婢的福分。你等我做什么？奴婢想要跟在您身边伺候王妃殿下。这些日子奴婢一个人实在是……殿下，不如您去看看竹叶吧，他近日心情不太好，似乎有些病了。王妃殿下看了，他心情恐怕就会好很多。朱爷，毛都不太亮了，是什么病呢？难道是胃口不好？嬷嬷，我能进去看看吗？不进去也没关系，我就在外头看朱爷。没事，可以进的，王妃殿下。太好了！这个乔允也真是不嫌脏。我在太子府中这么多年，见过的宫中女子太多了，连列等丫鬟也绝不会进鸡舍。你好胖呀，一口锅都放不下你吧？这哪里是巧合，简直跟见了王爷一样怪。王爷，您看到了吧？没瞎，推我过去。你看，好大的鸡腿，还不错。对吧？你也点点，他很胖，还行。可惜他病了，也不知是怎么了。病了，不如炖了。好看，好看就先留着。王妃殿下香香软软的，笑容甜甜的，半点也无害的样子，怎么把竹叶下成这样？难不成王妃殿下只是被外表和质量限制了？实际上跟王爷是同类人。王妃殿下只是爱吃鸡而已，怎么可能像王爷那么凶残？你以后就跟着我，帮我办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愿意的，我会竭尽所能。你身上什么味道？好臭！以后记得把自己洗干净。秦晖，是乔相催得紧，很烦。你告诉他，本王明日就去查马斯。是，什么时候给您备车？不必，晾他几日。他来问，就说明日。具体什么时候去，看心情。是，王爷。王爷，他果然中计，发现回去了。怎么发的？有只鸟，它吹了声哨，便飞来了。咱们的人抓住看了内容，就是您今日所说的关于故意晾着乔相的话。按照您的吩咐，鸟给放了。追踪的人方才回来，那只鸟果然飞去了太子府。他也真是心急，这点事都要禀报。屁大点事！对乔相来说可不是如此。他们急着改这账本，能多一日是一日，改了一半的账本最要命。本王只给他们1晚的时间。是，属下明日一早就备车。王爷，您的身子无妨。王爷是觉得凉吗？要不要多加一件衣裳？无妨，先办事。不是说过几人才会去吗？怎么今日就去？快去查马斯！
不行，不能去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多谢二位姐妹来看我，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种模样。如今外头传的都是爹爹恶名，怎么办才好？太子妃殿下，乔相定是考虑长远，才会忍气吞声。那齐王摆明了要出气，等他出完了气，是不是就好了？是啊，太子妃殿下如今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根本不用理会外头那些人嚼舌根子，那都是嫉妒。虽说是如此，可我姐姐在乔府过得不好，你们也是知道的。她如今有齐王护着，我就怕听信她的谗言，拼命与爹爹作对。齐王也是小气，不就是换了亲吗？我们关系亲厚，你们就别叫我太子妃了，叫婉儿妹妹就好。今日你们能来，小妹真的很高兴。婉儿妹妹，你怎么如此客气？我们还怕你觉得我们攀了高枝儿。你如今可是太子妃，谁能忤逆你的意思？这些都是小事情，很快就过去了。玉珠妹妹，你有所不知，那齐王可不是好惹的。我倒觉得，如今表面的问题都不是问题，最关键的还是婉儿那个姐姐。看似齐王发难，实则问题都是因她而起。若是齐王厌弃了她，事情便能迎刃而解。可是如今齐王待她似乎很好，怎么让她厌弃啊？妹妹有所不知，男子大多是三心二意的，若是看起来专一，也只是当时一时兴起罢了。姐姐细说。我爹爹不如乔相那般专情，他呀没什么本事，但喜欢美人儿。喜欢就喜欢吧，还非要娶回家来。娶回家之后，他那老胳膊老腿也没法日日宠幸，不少女子只能被晾着。女人困在小院里，有吃有喝，又没什么事做，心里想的那不过是那些事儿，要么抢这个男人，要么寻新的男人。为啥？姐妹不也能解闷吗？我爹前些日子就新娶了一房小妾，那妾室长得极美，宛若一朵娇花。一开始，爹爹几乎日日宿在她院里，上朝之前还要跟她耳鬓梳磨许久，好几日差点迟到。可人总会腻的，时间久了，爹爹撞见别的院里貌美的侍妾，便又忍不住，随后便有些时日没去那女人屋里。爹爹对妾室还是很纵容的，即使做错了事，不小心顶撞了当家主母，都会一笔带过，小惩一下，不会太伤心。然后呢？然后前些日子，有人将那妾室捉奸在床。奸夫是爹爹的侍卫，长得人高马大，孔武有力，一张脸却长得鲜嫩。也是机缘巧合，不小心就跟那侍妾看上了眼，天雷勾动地火，一发不可收拾。爹爹从未发过那么大的火，他直接把侍妾发卖，卖的还是青楼。男人不过如此，给他戴了绿帽子，那任对方是如何的貌美，如何的体己贴心，都是不可原谅。女人却只能为一人束缚一生，即使那人三妻四妾，流连花丛，你说是不是可笑？是个好计谋，可是此事难办，如何让乔俊中计呢？那齐王妃最要命的就是心智不全，旁人让她做什么，她便做了，对不对？那就要看婉儿妹妹如何引导了。若是她自己主动去做，事后对峙，她百口莫辩。更何况她还是个结巴。好姐妹，你可这真是帮了忙了。都是姐妹，客气什么？为你解忧是我们的荣幸。这就解忧了？那侍妾红杏出墙跟齐王妃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王爷，这里真是全部的账册了。本王又没打你，你吓成这样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下官。周大使，你在查马斯几年了？回王爷，12年。12年，想必对这些账目了如指掌吧？5年前的账册页面崭新，怎么是来不及做旧？这
下官，下官。将些年份的账册找出来，送去齐王府，本王慢慢看。出来还是有些乏了。王爷，这些账册是不可以带出茶马司的，这违背了规矩。你跟本王谈规矩，论规矩，你这儿根本不归本王管，本王也并不能翻看你们的账册。那本王如今看了翻了，还是你亲自让人捧出来的，那你周勇岂不是渎职？王爷，您饶了下官吧！下官马上派人整理，即刻就送，即刻就送。乏了，回吧，不必送。马上派人去相府把今日的情况说出。沈爵不过如此，吓老子一跳。这些账册该怎么弄怎么弄，别放在这碍事儿。还有你赵信，让你留点纰漏，没让你留这么大啊，差10倍是什么意思？故意给本官找茬是吧？真有你的，回回不听指挥。大人，平账事儿没有那么简单，您既要平账，又要留小错，又说这么多话，刚刚你怎么不跟齐王说？还想不想干了？行了，方才齐王说要送账册去他府上，谁去？大人，您让旁人去。若是齐王一时兴起发问，那人答不上来，或是说错了话，岂不是前功尽弃？你去吧，赵守信。这账主要是你做的，这不还没做完吗？这其中的疏漏，你最清楚。大人，你那一家8口还等着吃饭呢。齐王府的人一个个都板着脸，跟不需要吃饭一样，仿佛吃饭是任务。他们也早就习惯了我的手艺，每日吃着我做的针线，面无表情。还有沈爵，他们的王爷更是罪魁祸首，从来就不懂欣赏我的手艺，每次送回来的饭菜都会伤了我的心。王妃殿下，小心门槛。恭迎王妃殿下，恭迎王妃殿下。这种感觉就仿佛千里马终于见到了伯乐，伯牙见到了中子，那种精神上共鸣的愉悦感充满了我的心脏。天知道我此时的心情简直堪比升天。哇，好香！王妃殿下稍等，还没蒸，蒸好了一定第一个给您送去。人呢？禀告王爷，王妃去了厨房，说是见周大厨去了。他说周大厨做饭太好吃，他要去感谢。好温暖，好有烟火气的厨房啊！如果真的住在这里，好像还蛮舒服的。你们快起来！好漂亮的姑娘，这长得跟刚出锅的白玉糕似的，软软的白白的。王妃殿下，您怎么屈尊降贵来这儿？这儿实在是有些乱。不脏的。这是什么？王妃好眼力，这是今日给您炖的当归生姜羊肉汤。冬日快过了，但现在依旧是容易气虚体寒，您喝了浑身发暖，身子就舒畅极了。姑娘小心烫啊，我还没给你施帕子呢。不要紧的，王妃请用。不行的，行了。快用凉水！哎呦，王妃殿下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太激动了，一时忘了规矩，居然直接盛汤给您。哎呦，没事的，不要紧的。对不起，麻烦你们了。您快别这么说。您双的手还好吗？我没事。王妃都这么说了，你就别客气了，快去！泡一下，舒服很多。咦，你的手皮好厚哦。活干多了，手掌心就会厚实一些，不怕烫。咱们做下人的都是这样，对吧，凝霜姑娘？是的，正是如此。王妃殿下，这些茧子都是干活忙出来的。这样，那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？如何？还合胃口吗？不喝，不知道。这汤实在是太鲜甜了。太好了，王妃殿下实在是会吃。羊肉我特别处理过。王妃殿下，王爷回来了。我要回去了，我下次还来，可以吗？当然，王妃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，
若是想自己动手，周康，真的吗？我想试试。下次一定。周大厨，王爷回来了，得快些把菜备好。哦，对，他一定是饿了。王妃殿下，您别跑，小心脚下。如果乔温不小心掉下去就好了，掉下去，我跳下去救人，定能获得乔温的信任。殿下小心！不好！宁少，快来人，快！怎么这么倒霉？以我的功夫，应当不至于站不稳啊。正是如此，我才敢莽撞冲过去，结果真是邪了门了。快回去洗洗，别冻着了。休整好了再来伺候吧。没事，殿下，奴婢洗浴之后就好了。这不对劲啊，我怎么会站不稳呢？王妃殿下，您小心点啊。好的。你还知道回来？我回来？你说什么呀，夫君？明明就是你刚回来。我一直在家里啊。他的脸怎么这么红？可能是因为我派人去了厨房告知他，自己跑回来了。去哪儿了？去厨房。厨房里好香，摆了好多菜，锅、碗，还有柴火。稻草上还有一只猫，那只猫好胖，表情有点像你。胖猫，像我？我看你是胆子肥了。就是这个表情，可爱。我看你想造反。怎么弄的？喝汤，端起来烫着了，有点烫。笨蛋！哦，对不起。不许说对不起，以后不许说。你自己受了伤，为何要跟别人道歉？当然，其他情况下你也不许道歉。可是以后你若是道歉，就罚你3天不许吃点心。这么严重吗？对，不只对本王，任何人都不行。哦。周大厨也特别好。哦，有多好？他还让我以后再去厨房可以自己试着做饭。这个我在厨房看到了，周大厨切的。这个汤就是周大厨熬出来的。吃饭不许说话。可以说话了，但是不许提厨房。好的，夫君尝尝这个汤，好喝的，特别好喝。周大厨炖了好久呢。我没胃口，不舒服。那怎么办？喂我，兴许会好一些。